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今天我们来聊聊联合药业，内容包括其背景、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联合药业 Dua Pharma Biotech Berhad 成立于2000年8月，是马来西亚领先的制药公司之一。Dua Pharma 的历史背景需要回到距今43年前的1978年，当时公司的创办人 Chading Poh 和他的妻子 Ang Bilian 共同创办了 Dua Pharma Malaysia Sdn Berhad。初期的 Dua Pharma 是一间贸易公司，主要业务是将所有药品进口和营销给医生和医院。8年后的1986年 ，Dua Pharma 进军制造业，开始生产片剂、胶囊剂和口服制剂，而公司也成功生产了其首个产品 Mefenamic Acid， 实现了制造业的第一个里程碑。自从涉足制造行业以来 ，Dua Pharma 就设法在小剂量注射产品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直到1995年，位于巴生的厂房完成建设后，便开始将业务多元化，以生产小剂量注射剂。2000年8月，管理层成立 Dua Pharma Biotech Berhad， 用于收购 Dua Pharma Malaysia Sdn Berhad， 以成为上市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工具。2002年7月 ，Dua Pharma 成功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的第2版上市，并在1年后转至主板，代码为7148 D Biotech。D Biotech 上市后，也没有辜负众多股东的期望，短短2年，营业额就几乎翻倍增长，净盈利也翻了1倍以上。D Biotech 的迅速成长引起了一间上市公司 Chemical Company of Malaysia Berhad 的注意，决定收购 D Biotech 成为旗下子公司。2005年11月 ，CCM 完成 D Biotech 74%的股权收购，成为了公司的主要掌控者。2位创办人辞去了其董事职位，而其他大部分董事也在几个月后选择离开。后来随着迎来了新的董事局成员 ，Dua Pharma Biotech Berhad 也被改名为 CCM Dua Pharma Biotech Berhad， 维持上市公司地位，代码为7148 CCMD Bio。CCMD Bio 在之后的几年中，业绩依然保持良好水平，不但加强了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将产品出口至国际市场。在这些年，为其母公司 CCM 赚取了不错的盈利。只不过，基于 CCM 旗下的化肥制造业务的赚幅每况愈下，导致过往的整体盈利表现都参差不齐，盈利也只有营业额的2到3%左右。而从2014财年开始，更连续3年录得净亏损，这使得 CCM 的大股东 PNB 在2015年开始积极整合 CCM 的业务。对于一直积极拓展业务规模的 CCMD Bio， 碍于母公司 CCM 的负债，而导致借贷能力受限。因此才决定在2017年年尾与母公司 CCM 分拆，可以在无拘束下更好的发展，成为独当一面的上市公司。2019年2月，管理层再次将公司名 CCM Dua Pharma Biotech Berhad 改回初期时的名称 Dua Pharma Biotech Berhad， 并维持上市公司地位，代码为7148 D Pharma。之后 ，D Pharma 扩大了国外企业的合作对象，除了之前合作销售和分销胰岛素的 Biocon， 还有跟 Pengen Biotech 联合开发促红细胞生成素生物仿制药以外，也开始跟 ASEC Therapies 合作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而跟 SCM Life Science 合作研究干细胞治疗，以及跟 Nacor Pharma 合作研究癌症治疗等等。到了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 ，D Pharma 与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供应640万剂俄罗斯研发的 Sputnik V 新冠肺炎疫苗，目前正等待取得正式合约。D Pharma 在制药行业具有核心竞争力，包括制造、研发和商业化，以及营销保健产品和仿制药物。D Pharma 所生产和分销的消费保健产品多达70多种，其中都是一些在马来西亚市场拥有着主导地位的，例如提供维生素 C 的 Charms 和 Flavors， 纯天然成分制成的 Natural 保健品 ，iGlow 眼药水、Ufamo 头疼药以及其他多种产品等等。至于 D Pharma 的仿制药物，又归类为普通药物和专精药物。普通药物的产品是由300多种仿制药物组成，用于各种疗法，例如皮肤病、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其他多种疾病等等。而 D Pharma 的专精药物有包括肿瘤科的药物、糖尿病的药物和肾病等药物。另外 ，D Pharma 也在2020年成为马来西亚第1家生产和销售用于治疗乳腺癌的抗癌药物，还有正在研发着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第2种抗癌药物。
利法玛拥有并经营这3家制造工厂，分别位于雪兰莪州的邦义、Klang 和 Glenmarie。而之前所提到的专精药物，主要都是由 Glenmarie 工厂专门处理。此外，利法玛也是专门主打清真的药剂产品，更是大马第一家获得由 JAKIM 颁发的哈拉证书的公司。根据2020年的年度报表，利法玛的营业额有46%来自政府部门，53%是来自私人企业的，而私人企业中有大约15%是出口国际市场的。目前利法玛一共可以出口到27个国家，主要在东盟国家、非洲和中东地区。现在来为各位介绍利法玛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利法玛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1亿5871万令吉，稍微增加了4.9%，至1亿6645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1356万令吉，上涨了29.9%，至1761万令吉。营业额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消费保健驱动销售增长所致。至于净盈利的上涨，是由于分销费用、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营业费用比起去年稍微降低了的缘故。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4.5%，至11亿0596万令吉。首先可以看到，公司的固定资产是总资产当中占据最多的，主要是以土地、建筑、厂房和机械以及建设中的工程占多数，还有使用权资产也包含在这固定资产中。公司的其他投资看来是下降了不少，这些投资主要是一些公司认为有潜力的医疗领域公司。库存量就比3个月前增加了，相信是因为这一季度的销售量增加了，所以公司购置了更多的原材料，以生产充足的完成品。贸易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也增加了不少，显示着客户们拖欠公司的账款也越来越多了。根据2020财政年的年度报表，贸易应收款有超过85%是准时付款的，而损失拨备也只不过3%不到，所以无需太过担心。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也上涨了12.7%，至4亿671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主要占据的大部分负债是落在长期贷款、短期贷款以及贸易和其他应付款上，并且都有上涨的迹象，表示这公司的债务也越来越多了。但是以公司目前拥有的现金，短期债务应该可以应付得来，所以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而长期债务呢，就要看管理层的资金管理策略了。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大减了98%，至19万9千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税前盈利是比上一年增加了不少。不过由于库存量方面有大量现金流出，而且应收款、押金和预付款的现金流也还在陆续的流出。好在公司也增加了部分的应付款和应计费的现金流入，以至于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还维持在流入状态。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反而增加了不少，比去年增多了116%，至2657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用在购置固定资产的现金流比去年多了，表示这公司正在扩展自身的业务规模。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就呈现金流入状态，而且比去年增加了159%，至1799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在这一年增加了借贷的提取量，但是同时借贷的偿还也增加了，相信公司是加大了长期贷款来偿还短期贷款。总结来说，制药行业是一个可以日益壮大的行业，这是因为人口持续成长、人口老化以及人民财富增加等等因素，将持续支撑制药企业的业务成长。利法玛也在近期和纳鲁利合作开发一款结合了行为科学、数据科学和数字设计的应用程序，可以为用户提供整体健康管理计划，也为利法玛提供了进入数字医疗保健的垫脚石。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促使人们增强自身的保健意识，逐渐信赖于保健产品，以提高免疫能力。所以，身为马来西亚最大的维他命 C 生产商，在疫情期间的维他命 C 保健品销售量也提高了不少。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利法玛是否真的可以拿到疫苗相关的合约，不过至今为止尚未可以肯定是否能够消灭新冠病毒。未来或许长期都必须持续接种以获得保护，那么利法玛的日后发展也就非常有意思了。
各位观众对于疫苗概念股觉得怎么样呢？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